然后下面的话就是我们这个拼接的一个方式，就是铝材跟铝材之间的一个拼接方式，它有两种拼接方式。第一种就是45度拼接啊，就是这样去做斜切45度这样去拼接。另外一种呢就是直角啊，直角拼接就不切45度，直接就拼在一起啊，这个左右盖着底部的啊。那我们先看45度拼接啊。45度就顾名思义，就是刚刚说的铝材就切45度啊，切45度这样去拼接的啊。那它这个应用范围就是说啊，只有同款的这个收口才可以去做我们45度拼接的啊，就是无非就是我们通用收口跟通用收口，我们的带灯收口跟带灯收口啊，这样拼在一起的时候才去做这种45度拼接啊，还有要去注意，我们45度拼接只做这种仰角的啊，就是这种不做这种内直角的不这种内直角拼接啊，不可以做这种目前是不开放这种内直角的这个斜切45度啊，外直角可以啊。外直角可以，然后的话内转角就不行了啊。内直角就是好比说我这里是切了一个角啊，切了一个角，那这个角的话它是我们目前是做不了这种斜切45度的啊，只能做这种外角啊，就是仰角。然后45度拼接都会默认配一个这个护角啊，都会有配护角啊。这个护角这个作用的话就是挡缝隙的啊，挡缝隙的啊，不建议取消啊，因为这个东西因为我们是45度拼接的啊，因为现场的一些问题啊，或者说是加工问题啊，我很容易导致我这个45度就这个拼接位就拼不好啊，拼不好，所以说后面就多了这一个配件在里面了啊，就这个护角就是卡在这个位置啊，挡住这些不美观的一些地方啊。这不建议取消的。然后护角的颜色也是跟着我这个铝材颜色走的嘛，这也是只有两种啊。然后直角拼接刚刚说了，只有同款的情况下，我们才可以做45度，因为这里的话它是有一个角线可以提供我们去选择，它是跟我们角线这个角线跟我们这个通用手口是不一样的，所以说这里是不能做45度，所以说它这种就只能是直角拼接了啊，直角拼接。就是底部是我们的角线的时候这个位置就是直接的就是直角拼接的。那这里的话要去注意一个点，就是当我们这种背景墙落在我们柜子上面的时候就是我下面有个电视柜我这个背景墙是落在我电视柜上面的时候，那这一个尽量不要去做这种参数，不要设置25的不要去做这种角线不要做这种角线，因为它这个有个缺口可能就是不太美观不太美观。